挥金如土的燕民工程。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中国人和洋人就开始追问，为什么一个可以发明纸张、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等等奇迹的文明，如今会如此落魄坎坷呢？有人认为这只是中国运气不好，在国运低沉之时要迎向世界，也有人以中国衰落之谜视之为无法解释，又或建构理论巨煞，不一而足，但都未能服众。而我对此问题思考探索了20多年后，到近年方有突破性顿悟。我发现中国之所以会一方面发明纸张印刷术，而却长期衰落不起，主要原因是中国并未能同时发明或从外国输入言论自由。纸张和印刷术一直置于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根本就如同垃圾。纸张上所载的都是摧残智商的官样文章和陈词滥调。更坏的是，中国统治者不但没有善用这些伟大的发明来造福人群、提升文明，而是恰恰反过来，绞尽脑汁地利用这些伟大发明去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行动，但求自己的江山万事不堕。所以，纸张和印刷术一旦传入夷人手中，立刻就大放异彩，成为启蒙解放人类的利器。但在中国，却是用于培训奴才、控制奴才、向奴才发号施令的工具。造物者第一时间将纸张和印刷术送到中国人手上，也无法将他们从黑暗的半开化世界中拯救出来。中国统治者为了一己私欲，彻底糟蹋纸张和印刷术，弄得举国非奸即愚。中国人有什么法子不用火药来下鬼，用罗盘来看风水呢？毫无疑问，中国人误用知识的记录是人类社会罕见的。一如鲁迅所说，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人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参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伟大发明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应用，中国衰落的确是死于自然，原是用不着引经据典考究死因的。互联网过滤系统全球最精密，然而中国人对伟大发明的糟蹋和误用并未终止。当前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跟历代皇朝对使用纸张和印刷术的控制并无二致，都是为了保住政权，而不惜断送民众提升民智的机会。按此发展，2000年后，那些博学鸿儒难免又要苦苦研究为什么互联网跟4大发明一样不能拯救中国。中共对互联网之控制已经引起国际间的深度关注和研究。今年4月，由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联合研究及发表的报告《中国的互联网过滤2024-2025》，以近60页篇幅力陈中共这方面的罪行。报告说，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之精密，全球无出其右。它包括立法监管和技术控制，动员无数的国家机关和成千上万的公司人员，审查的内容包括网页、网络日志、讨论区、大学的留言板以及电邮，并称这些扭曲的网上资讯对中国使用者影响深远，令人忧虑。Google 是世界上最出色并以绝对优势领先的互联网搜寻器，但在大陆最受欢迎的搜寻器既然不是 Google， 而是数据贫乏、速度又慢且名列网络10大流氓软件的国货百度。当中主要原因，除了是百度提供大量流行歌曲以及电话铃声下载等软性兼非政治资讯之外，就是大陆的 Google 已经被当局删减的七零八落，受到诸多限制，搜寻极其不便，于是百度才得以称王。知名资讯科技分析公司 Yankee Group 亚太区副总裁王学军最近，也就是2007年初，就披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就是中国手机用户经常使用手机搜寻率相当高，使用率比美国的手机用户还高。不过中国手机用户大多只是搜寻电话铃声或荧幕墙纸一类资讯，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专制皇朝的顺民每每沉溺于靡靡之音，这情况跟今天应该没什么分别，因为靡靡之音不涉思想政治，大多能被统治者所容忍甚至鼓吹。中国公安部和国安局
为了控制互联网和利用尖端资讯科技控制民众的金盾工程，据学者何清莲研究，前期投入到现在为止已经花去8亿美元。而中国现在一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2005年的数字才仅仅350亿元人民币，人均教育开支长期居世界倒数几位。这8亿美元要让多少中国学龄儿童失学，要等待海外的希望工程打救。Greg Walden 是互联网技术与人权民主运动问题专家，他深入研究金盾工程，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金盾工程要发展的国家保安控制机关包括：一个包罗全中国成年人口的全国性资料库；2，全民要随身携带的智慧卡，让当局可在几米的距离内，在持卡人不知情下扫描；3，设立闭路电视以监控公众地方；4，发展一种可以让公安当局可以随时对照指纹的技术；5，建立中国网络上的防火墙，最终目标是将一个巨大的网上资料库跟一个无所不包的监视网络结合，当中包括语音和面貌识别、闭路电视、智慧卡、信用记录和互联网监视技术。在这里加一句，这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而今在2026年，金盾工程的目标几乎全部实现了。1984年小说里描述的恐怖场景已经在中国落地了。好，继续回到这本书。中国人过去还能因为山高皇帝远，从而有一点自生自灭的自由。皇帝即使要处死一个在边疆的蚁民，也要花好长时间，快马加鞭才能将圣旨送到目的地，蚁民尚可偷生一段时间。但现在的皇帝发来一个电话或电邮，在金盾工程的协助下，从抓人、处死、摘取器官，大可以几天之内就完事。国际大企业鼎力协助，中国当局这些奴役人民的大计，在加拿大北方电讯、美国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及摩托罗拉等国际大企业鼎力提供最尖端科技下，进展非常顺利。为中国当局提供量身定做的路由器，用以拦截网络资讯和搜寻电邮内关键字的思科公司，其技术高层称，思科务需为中国当局怎样应用这些技术负责，我们不管中国政府的事，这与思科无关。尽管希特勒如毛泽东一样，在中国大陆是颇受推崇的人物，但我还是建议参与金盾工程的科技人员读一下种族卫生、纳粹时期的医学或净化祖国、纳粹医学与种族卫生之类关于大批德国医生协助希特勒屠杀的著作，以及他们在纽伦堡大审判上的自辩。我随手在 Google 搜寻器上打上思科和金盾2词一并搜寻，竟然有12000多个结果。扑面而来的就是思科公司网站的大字标题：实现科技强警，思科助陕西公安打造金盾网。我再走进有7000多种国内期刊、1500万篇文章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用思科和金盾2词一并搜寻，有关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叫《天罗地网，思科帮忙中国公安系统的第一个 VoIP 网络系统》。广州市公安局在其广州金盾网上，以把互联网装进口袋有助于移动出境为题，强调康柏掌上电脑等科技设施对公安人员如何重要。当公安民警追捕犯罪嫌疑人时，所有行动小组和独立行动人员均配备随身电脑，行动人员根据情报判断追捕目标所在的区域，通过掌上电脑 APEC 在目标地区的数位地图上分析周边地形、地物，布置相应的包围圈，并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在行动过程中，行动人员通过相应的通讯方式，将相互间的位置随时传送到 iPad 上，并在数位地图上显示出来。与此同时，移动调度中心的终端将所有行动人员的位置、行动轨迹、移动速度等资讯及时显示。一篇推销 iPad 产品的文章这样说：康柏公司的 iPad 为公安行业提供了量体裁衣式的端对端无线解决方案，对于通缉案件，无线应用更是大显身手。以前通缉公告是公安部发传真，后来变成网上公布，照片也比传真清楚，但无法在执行的时候查看。
现在公安干警在盘查时，可以直接通过 iPad 随身电脑从后台数据库取得嫌疑犯的照片，再狡猾的嫌疑犯也无所遁形。中国若再发生6·4事件，缉捕学运领袖就省力得多了。康柏中国对其金盾工程相关争议业务的回应是：我们不是唯一的公司，所有人都在做，你们可以去问问太阳微系统公司。孙中山若生于今天，中国公安部早前更大摇大摆地在其中国公共安全网上以科技强警、商机无限为专题，进一步深化以商为政的统战策略。科技强警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近3年来，21个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共投入近100亿元资金，用于科技强警建设。科技强警这项政策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商机，而且这个商机是长久的、持续的。这个商机可以说不亚于北京奥运会商机，值得企业去认真研究和把握。各级公安机关以金盾工程建设为契机。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2004年因为网络言论被中国政府关押的人数比2002年多了 60%， 到目前已知的仍有30多人被关押。这就是金盾工程一个很好的业绩报告。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多少人要出卖灵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为人所忽视的全球危机，就是中国经济振兴不仅会以其受污染的产品损害全球人类的健康，也必会拖低全球的道德水平。在中国商场跑了3年的伊森·戈特曼列举了无数勾当案例后说，在中国商场胜利的外商无一例外都要投入肮脏不堪的勾当，否则只有出局。任你在国外讲什么自由人权，要来中国发大财，就要参与钳制、奴役和剥削中国平民的勾当，人人都要世界破身，个个沾粪。从北方电讯、思科做金盾工程的尖兵，到雅虎应中国政府要求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自行过滤其搜寻器上的内容，到最近竟然向中国公安提供意见人士10套在雅虎电邮账户内的电邮资料，使其获刑10年，谁敢不从？中国国父孙中山若生于今天，必被金盾工程歼灭于萌芽状态。金盾工程将令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独立工会运动更加艰难。到头来，中国工人无限期地被压榨，被迫继续以极低工资出卖劳力，以廉价货倾销全球。为金盾工程提供技术的西方国家也将是大难临头的。中国当局对资讯科技的误用和滥用沉溺日深，令民众受到人类历史上甚至是寓言小说里也没有出现过的监控，也可能令中国人错过了借互联网做知识飞跃的机会。他日将中国搞得更焦头烂额之时，必又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闹，不然就是继续中国可以说不之类义和团式宣泄。中国今天得以用钱收买灵魂，鱼肉乡民，大家难免会想起始作俑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任尼克松捉刀人的威廉·萨菲尔，在他逝世前跟他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能令中国的自由寸进，尼克松语带伤感地说，他对此所抱的希望已经不如从前。我们或许已经制造了一个科学怪人。 We may have created a Frankenstein。 原载于2005年11月开放杂志。